苹果刚刚交出了公司历史上最好的一份成绩单，一个季度1438亿美元，同比涨了 16%。同一个月，苹果宣布要每年掏10亿美元给谷歌，让谷歌的 Gemini 来驱动新版 Siri。等一下，一边是史上最赚钱的季度，一边是花钱请竞争对手来给自己的核心产品当大脑，你不觉得哪里不对劲吗？一家赚钱赚到破纪录的公司，为什么偏偏在 AI 这件事上选择了花钱买别人的技术，而不是自己干？如果你跟着华尔街的第一反应走，你会得出一个结论：苹果在 AI 上认输了。今天这期结束之后，你会发现事实恰恰相反，但原因不是你以为的那个。真正的信号不在 AI 的能力上，而在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想过的层面，谁控制着收租的那扇门。这个逻辑大多数分析师都搞反。如果你持有苹果的股票，或者你正在犹豫要不要买进，接下来的内容会直接改变你的操作思路。我们先说这份财报到底强在哪里。你可能觉得1438亿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看完就完了，但你真正应该看的不是数字大小，而是这个数字背后透露出来的一个能力。苹果的容错空间大到离谱。 iPhone 单季贡献了853亿美元，同比涨了 23%， 服务收入300亿，涨了 14%， 也是历史新高。毛利率到了 48.2%， 每股收益 2.84 美元，同比涨了 19%。 你把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看，它告诉你一件事：当微软 Meta 在为 AI 大模型每年烧掉1000多亿美元资本开支的时候，苹果靠着卖手机和卖订阅服务，一个季度就能回血1400多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苹果在 AI 这件事上拥有一个其他公司没有的特权，它不需要跟你比谁先做出来。Meta 的下一代模型 Avocado 因为性能不达标被推迟了半年，谷歌一年要在 AI 基础设施上砸1750亿到1850亿美元。你知道苹果今年计划花多少吗？140亿，不到谷歌的1/10。这不是苹果落后了，这是苹果在说：你们先把路趟出来，我等技术成熟了直接摘果子。他的现金流给了他这个站在岸上看的资本，但是这里有一个让很多人不舒服的结论：财报好不等于你现在买进去就能赚钱。苹果的股价从12月的高点288美元，已经跌到现在的255美元附近，回撤了超过11%。基本面这么强，股价为什么反而在跌？这个矛盾的答案藏在一个大部分散户选择性忽视的风险里，我们等一下再说。先把 Gemini 这件事讲清楚，因为这才是你判断苹果未来走势的核心变量。2026年1月12日，苹果和谷歌发了一份联合声明，不是分析师的推测，不是供应链传闻，是两家公司白纸黑字签下来的合作协议。苹果的下一代基础模型将基于谷歌的 Gemini 和云技术来构建，合同是多年期的。第一阶段 Gemini 版 Siri 已经在随 iOS 26.4 推送，而一个代号为 Campos 的完全重新设计版本计划在今年6月的 WWDC 上发布，秋天随 iOS 27正式上线。你可能第一反应是苹果自己做不出大模型，认怂了。如果你这么想，你就犯了散户最常犯的错误，把技术领先等同于商业价值。你回想一下，苹果什么时候自己做过搜索引擎？从来没有。他把 Safari 的默认搜索位置卖给谷歌，每年收大概200亿美元的过路费。你没看错，200亿美元占苹果全年经营利润的 15% 以上。这笔钱苹果一行代码都不用写，纯粹靠我的用户比你多这一个事实来收租。现在 Gemini 进来了，逻辑完全一样。谷歌在后面干最重的活，训练超过12000亿参数的定制模型，跑算力，烧电费。苹果在前面控制界面，控制数据，控制你跟 AI 交互的每一个触点。合同里甚至写明了白标条款， Gemini 在 Siri 里不会出现任何谷歌的品牌标识。你用的时候看到的是我的 Siri 变聪明了，不是谷歌的 AI 好厉害。坦白说，这不是认输，这是苹果过去20年最擅长的那套打法，让别人当供应商，自己当收租的地主。别人烧钱，你收租；别人承担技术迭代的风险，你只承担选谁当供应商的风险。但你在这里需要想清楚一个问题：如果苹果只是中间商，那它的 AI 故事凭什么撑得起现在32倍的市盈率？市场到底在给苹果的什么能力定价？这个问题的答案比 Gemini 本身重要的多。而且你要注意一个更深层的风险后移现象：苹果选择不自己训练大模型，短期看降低了研发风险和资本消耗，但它实际上是把风险推到了后面。一旦 AI 进入下一个代际跃迁，苹果能不能顺利换供应商，能不能在谈判中保持话语权，这些问题会在2-3年后变成真正的考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苹果今天买了一份保险，保费很便宜，但保单有到期日，到期那天如果你还在场内，你需要重新评估一次。答案是2个字：
分发。苹果现在有超过25亿台活跃设备，不是注册数，是真实在用的。这个数字1年前是23亿5千万，12个月之内又净增了1亿5千万台。你想想25亿台设备意味着什么？当 Gemini 驱动的新 Siri 正式全量推送的那一天，它不需要任何营销预算，不需要任何下载转化率，直接就是地球上覆盖面最广的 AI 助手，不是 ChatGPT， 不是谷歌自己的 Gemini 应用，是嵌在你手机系统里的 Siri。 你作为散户，在这里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把注意力放在谁的模型更强上面。你可能天天看评测，看跑分，觉得这个模型比那个模型好，但市场定价的从来不是评测结果，市场定价的是谁能把 AI 塞进最多人的口袋里。 OpenAI 的技术可能更前沿，但它要一个用户地去获取，每获取一个用户都有成本。苹果不需要，它的25亿用户已经在口袋里了，系统推送一下全覆盖。你再想深一层，为什么谷歌愿意给苹果定制12000亿参数的专属模型，甚至接受白标自己的名字一个字都不出现？因为对谷歌来说，这个分发渠道值得它倒贴。谷歌自己的 Gemini 应用月活虽然也有7亿5千万，但跟苹果的25亿台设备比起来，仍然是小头。在 AI 商业化的早期，谁先铺满终端，谁就先建立起用户惯性。一旦你习惯了让 Siri 帮你处理日常事务，你就很难再切换到别的入口。这就是平台的护城河，不是技术领先，而是行为锁定。所以到这里，我可以先给你一个方向判断：苹果的 AI 逻辑不是一个技术追赶的故事，而是一个平台收租的故事。如果你因为苹果的 AI 不如某某而去做空苹果，你大概率会被市场教训。但你别急着冲进去，因为有一个正在发生的风险，正在一口一口吃掉苹果财报带来的所有利好——关税。如果你只看苹果的财报和 AI 战略，你会觉得这家公司无懈可击。但你现在必须把目光从产品层面拉开，看看苹果头顶上悬着的那把刀，这是你分析苹果绕不过去的变量，也是过去2个月里散户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苹果从去年关税政策开始执行以来，已经累计承担了大约33亿美元的关税成本。虽然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推翻了大部分对等关税，但10%的全球基准关税仍然在执行中。你不要觉得10%听起来不大，苹果90%的 iPhone 在中国组装。你知道分析师怎么算的吗？如果关税政策重新收紧到去年的水平， iPhone 的零售价可能从1199美元被推高到2150美元。你想想，这对你听到的所有 AI 超级换机周期的叙事意味着什么？苹果的升级故事之所以诱人，前提是大量用户愿意掏钱换一台能跑完整 AI 功能的新设备。如果关税把 iPhone 价格推高了50%以上，这个前提就会被严重削弱。不是说换机周期不会来，而是节奏会比你想的慢，规模会比你想的小。这里你需要理解一个定价机制上的陷阱。你可能会想，苹果财报这么好，关税不过是短期干扰，长期一定能消化。这个想法本身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市场定价的不是长期能不能消化，而是下个季度毛利率指引会不会低于预期。如果你用3年的眼光来做3个月的交易决策，你会发现自己经常看对了方向，但亏了钱。苹果的基本面越透明，预期越一致，短线的交易反而越危险，因为任何一个偏离共识的数据点都会引发剧烈的价格波动。你的判断可能是对的，但你的时间窗口可能是错的。我直接说，这就是苹果股价在创纪录财报之后不涨反跌的核心原因。市场不是不认可这份财报的质量，市场是在给关税风险留安全垫。你作为散户最容易在这里踩的坑是什么？你在1月底看到苹果财报史上最好的新闻标题，热血冲头就买进去了，3个月后发现自己套在了270美元以上，这就是预期差最伤人的地方。消息确实是好消息，但好消息已经提前反映在了价格里，而坏消息还没被充分定价。机构跟你的节奏完全不一样，他们在财报发布前就已经根据渠道检查数据把仓位建好了，财报超预期那一刻反而是他们获利了结的窗口。你冲进去的时候，接住的可能恰恰是机构卖出来的筹码。这个2到3周的时间差，在实际操作中的后果就是你以为自己在追涨，其实你在接盘。到这里我需要用一个历史案例来帮你校准判断。你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想明白了，觉得苹果的 AI 逻辑说得通，等关税风险过了就可以进场。但下面这个故事会让你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信心。2021年初，苹果发布了第一批支持第5代移动网络的 iPhone 12系列之后的完整财报。那个季度营收创了当时的历史记录，增幅巨大。华尔街几乎所有分析师都在说同一句话：第5代网络超级换机周期来了。你听着是不是跟今天 AI 超级换机周期几乎一模一样？当时散户的情绪跟现在一样热烈，当时的逻辑跟现在一样通顺。如果你当时问任何人苹果能不能涨，
答案几乎都是肯定的。结果呢？财报发布后，股价确实冲了一波，但接下来3个月横盘不动，再然后在2022年初跟着大盘一起大幅回调。你如果在财报最好的那一刻冲进去，你会在接下来1年里经历30%的浮亏。为什么？因为换季周期这个利好在财报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市场充分消化了，后面没有足够新的催化剂推动股价继续走高，而宏观层面的加息和通胀压力接管了趋势。这次跟当年相比有2点不同值得你注意。第一， AI 带来的用户体验升级在感知层面远超第5代网络。当年升级对大部分用户来说就是网快了一点，很难让你觉得非换不可。但如果新 Siri 真的能理解你屏幕上的内容，帮你跨应用订机票发消息，一条龙搞定，这是质变，是你真正会为之掏钱的理由。第二，苹果现在的服务收入体量远高于当年，服务毛利率高达 76.5%， 意味着即使硬件换机节奏不如预期，高利润的服务层也能帮你托底。但相同的教训你必须记住，如果你在最好的消息刚出来的那一刻就全仓冲进去，你大概率会坐一趟过山车。好公司也需要好价格，还有一个产业链层面的风险你不能忽视。苹果现在的 AI 架构等于是把最核心的智能层外包给了谷歌。如果你把苹果想象成一栋房子， iPhone 是地基， iOS 是房子的框架，而 AI 就是里面的电路系统。现在这套电路系统是谷歌铺的，万一哪天谷歌大幅提高 Gemini 的授权费用，或者双方在数据隐私标准上产生分歧，导致合作受阻，苹果的 Siri 体验会一夜之间退回到原点。你持有苹果的股票，就等于间接压住了苹果跟谷歌的关系不会破裂。这不是一个会立刻爆发的风险，但它是一个你必须放在观察列表里的尾部风险。所以现在到了你最关心的部分，具体怎么做？我按4种情况说。你对号入座。如果你已经持有苹果，并且仓位够重，不要因为关税新闻就恐慌卖出。苹果的基本面是这批大型科技股里最扎实的，33亿美元的关税成本，对于一家季度营收1400亿的公司来说，不是致命伤。苹果在财报电话会议上明确说了，它正在通过把美国市场的 iPhone 生产逐步转移到印度来应对关税压力，而且大部分关税成本是公司自己吸收的，没有转嫁给消费者。你要紧盯的先行指标是4月30号的第2财季财报。毛利率指引如果维持在 48% 到 49%， 说明关税冲击可控，继续持有。如果毛利率指引跌破 47%， 那是你该认真考虑减仓的信号。为什么是毛利率而不是营收？因为关税影响的是成本端，毛利率是最先反映关税压力的指标，你盯住这一个数字就够了。如果你仓位不重，想加仓，别在当前价位追。苹果已经从高点回调了 11%， 但这不代表下跌空间已经释放完毕。你应该等2个信号之一出现再动手，要么等第2财季财报确认关税影响可控，要么等宏观出现系统性杀跌，把苹果打到220美元以下。在那个价位，你拿到的远期市盈率大概在25到26倍，安全边际才够。你可能会觉得等的过程很煎熬，看着股价反弹总想追，但你现在的耐心就是你将来的利润。急着上车的人往往买到的是最贵的票。如果你是短线交易者，4月30号的财报是一个明确的事件驱动窗口，但你必须清楚一件事，财报季期权的隐含波动率会被大幅推高。财报一出，无论涨跌，波动率立刻被碾压，这就是 IV Crush。 你如果在财报前买短期期权赌方向，绝大多数情况下你是在给做市商送钱。如果你看好苹果的长期逻辑，又想参与卖出远期的背对看跌期权去接盘，胜率比赌方向高太多。如果你没有苹果仓位，但看好 AI 趋势，有一个衍生思路，你可能没想到去看看谷歌。苹果用 Gemini 驱动 Siri， 意味着谷歌的 AI 模型一夜之间获得了25亿台设备的分发渠道，这对谷歌的 AI 商业化是一个结构性加速器。如果你觉得苹果在当前估值下性价比不够，谷歌可能是你值得认真研究的替代方向。但同样的原则，做好你自己的功课再下手。留给你的问题是，当一家公司选择不再自己造轮子，而是把最难的技术活外包出去，自己只管控制入口，收过路费的时候，这到底是聪明的战略克制，还是在为未来某一天失去核心竞争力埋下伏笔？历史上没有一个平台公司能永远靠收租活着，但也没有一家试图什么都自己做的公司活到了最后。微软当年什么都自己干，差点被移动互联网淘汰。苹果当年把地图外包给谷歌，后来被逼着自己重做了一遍。你怎么看这个平衡点，决定了你对苹果未来10年的真实判断。我是3元，我们下期见。